生活中呢，我们一提到吵架，大脑里就会涌现出冲突、争执，甚至是暴力这样的印象。好像在婚姻、恋爱等种种关系中，吵架呢，就像一个可能把曾经的感情基础夷为平地的炸弹，破镜便因此而难以重圆。但其实呢，还有另一种吵架，我们称之为高效的、建设性的吵架。它能够把争吵变成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变成你们相爱旅途中纠缠彼此的一个小关卡。刘同说过，爱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之后爱还在。那这几个吵架的技巧，让你们呀越吵越离不开对方，越吵感情越是深厚而绵长。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技巧，直奔主题，不拐弯抹角。朋友安妮自从和男朋友开始筹备结婚事宜后，每天脸上都挂着情绪来上班，即便是在办公室，也时不时拿起电话，就是气势汹汹的指责与怒骂。挂了电话以后，便趴在办公桌上止不住的委屈流泪。不少同事安慰劝说了几次，可二人呢，还是整日吵得不可开交。一次回家路上，安妮与我诉说起对男友的种种不满，比如总是爱在回家路上用手机与同事办公而敷衍他的问题，总是把许多难题留给他，自己没有责任意识去分担一些。可最后，当我问起安妮和男朋友说过这些没有时，她却一时语塞，想了好一会儿，她才解释道，每次吵架都正在气头上，话说出口就成了你根本不在意我，与这婚别结了这种气话。你看，我们总因为同样的问题反复争吵，很有可能是因为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我们总是在吵架中毫无目的的发脾气，却忘了直截了当的指出问题。那如果对方在意你，当你指出问题时，他也一定会在日后的生活中慢慢改进，而不是总在拐弯抹角的争执中消磨彼此的真诚。第二个技巧，学会控制情绪。我们常常在争吵中难以克制地说出伤害对方的话，使一次吵架不断发酵，最后成了大灾难。好像在吵架中，愤怒只能不可避免地升级。而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作者却告诉我们，人不是因为控制不了情绪而愤怒，而是主动捏造了愤怒的情绪。书里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母亲正大声和女儿争吵，突然女儿的班主任打来电话，母亲接起班主任的电话，语气马上变得彬彬有礼。母亲客客气气地讲了5分钟，电话挂断以后，勃然变色，又开始训斥女儿。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生活里也很常见，由此呢也可见，我们的愤怒从来都不是在吵架当中只能扩大升级的，反而许多时候呢都是我们自己主动捏造了愤怒。而只要学会克制，排除情绪的干扰，吵架带来的伤害力也马上会锐减。你们会关注问题本身，而不是吵架中蔓延与滋生的种种情绪上，关系也因此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最后在愤怒里莫名其妙的就分道扬镳了。第3个技巧是不升级，不延伸。去年的一部电影《前任3》热映，赚取了不少人的眼泪。大家都曾为电影里于文文与韩庚所饰演的情侣感到无比的惋惜。他们明明如此相爱，最后呢，却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在一次争吵过后，
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最后于文文试探着拖着行李箱离开，韩庚也始终没有低头讲一句和。本来只是一点小事，却在二人长久的僵持中又冒出了许多误会与猜疑。5年的爱情长跑就在一次小吵后草草抵达了终点。电影中的另一对活宝情侣更是如此，原本没有什么矛盾，却总在互相试探与争吵之中又制造许多其他的问题。当时只觉得电影好笑，但仔细一想，生活中有太多夫妻与情侣常常容易在吵架之中忘了真正引起吵架的问题，反而是翻不完的旧账，怀疑不完的猜忌占据了这次吵架的主题。如果每一次吵架都只专注问题本身，吵架的后劲儿呀也必然小了不少，而解决问题的效率也一定会高不少。那第4个技巧是不要关上沟通的窗口。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一对夫妻如果吵架，那就证明这段感情还有救；如果沉默不说话，那就彻底没救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比起吵架，冷暴力反而更可怕。吵架呢，说明彼此之间还有种种不满而产生的羁绊，而冷暴力却让人在感情中陷入无底的深渊。电影《无问西东》里就有一对从不吵架的夫妻。刘淑芬结婚以来一直期望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平日里呢，丈夫却从来不理会她，不吵架，不沟通。这样的婚姻让她逐渐陷入了几近疯狂的绝望。为了让丈夫对她有所回应，她骂他、打他、虐待他，但他还是无动于衷。最后她万念俱灰，选择跳井自杀来结束这样她灰暗的婚姻。而这一次，丈夫终于有所回应，她痛哭求救，可两人已然阴阳两隔，再也不复重逢。这就是拒绝沟通所酿成的悲剧。即使是在吵架中，我们有太多失望与愤怒，但也千万别关上沟通的门。只有沟通，才有解决的可能。而若是沦落到不愿沟通，关系也就没了继续的意义。第5个技巧，冷静过后，继续坚信你们的相爱。大内密探零零发里的一个情节，周星驰和刘嘉玲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嘉玲却忽然问周星驰：“你的肚子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啊。”无论在吵架中有多埋怨对方的无理取闹、不可理喻，无论自己有多少愤怒与委屈需要发泄，都在冷静过后坚信着彼此依然相爱。电影《怦然心动》中也有这样一对夫妻，女主朱莉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呢却依然坚持照顾着有智力障碍的叔叔。一次，朱莉因家庭条件而被朋友嘲笑后，母亲对父亲大发雷霆，二人在争吵中不断指责对方的过错，家庭氛围一度十分紧张。可在那天晚上，朱莉躺在床上时，却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那天晚上，他们分别来到我的房间，爸爸告诉我他有多爱他的弟弟，而妈妈告诉我他有多爱我的父亲，爱他的坚强和善良。尽管刚刚大吵一架，他们却从未忘记，我们是爱人，不是敌人。我们吵架是为了更好的磨合与相爱，不是为了争个输赢。真正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不吵架，而是总有各种磕磕绊绊，却在吵闹声里一不小心白了头。那么这几个建议呢，愿所有因互相吸引而走在一起的你们，不因一时愤怒就失言，更不因为一时冲动就匆匆告别。
吵架不过只是在相伴彼此的漫漫长路里，为了更好地纠缠彼此，必不可少的一种粘合剂。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但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当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我都拥有。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但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当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我愿人长久。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订阅与分享，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